一个下雨天，隧道里发生了一起离奇的凶杀案。死者是一名女孩，尸体被铁链锁住，挂在隧道内，活生生被几条饥饿的大型犬咬死，全身上下没有一处是完整的。仅仅过了1天，尸体上就长满了苍蝇和蛆。在场的警察被惊得呕吐不止，现场没有任何的线索，只有凶手留下的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“狗食之刑”。警察泽村等人来到死者家中调查，这才得知女孩男友对狗毛过敏，为了能够和男友同居，女孩抛弃了陪伴自己多年的爱犬。难道凶手因为此事对女孩痛下杀手？这起案件还没有侦破，又发生了另外一起凶杀案。又是一个下雨天，宅男胖子正在家中玩游戏看电视，这时一个戴着青蛙面罩的男人来到门外，准备破门而入。胖子看着门锁就要被打开，就使劲敲打墙壁，大声告诉外面的人屋里有人。对方置之不理，自顾自打开门。胖子吓得回头，赶紧拿起2把刀子，唯唯诺诺四处张望。见没有人，虚惊一场，叹了一口气。下一秒，他拉开门，蛙男就站在门后面，拿出电击把胖子电晕，带到一处废弃的仓库，用胶带紧紧绑住胖子的嘴。蛙男见胖子醒来，开始宣判胖子的罪行，感受为母痛苦之刑。胖子使劲挣扎，可蛙男似乎不给他任何的机会，拿着一根铁环开始行刑。次日，警察来到案发现场，胖子被绑在椅子上，脸上的肉都被割掉，割掉的肉放在一旁的秤上，重量刚好是他出生时的体重。一旁的纸条上写着“感受为母痛苦之刑”。2起命案之后，警方确定这是一起连环杀人案，凶手很可能会进行下一步行凶。警方发现被杀的胖子从小丧父，被单身母亲养大，快30的人了，整天待在家打游戏、吃喝玩乐，甚至辱骂母亲。泽村发现这2起案件有相似之处，2名死者都是有黑料的人，并且他们都是曾经一起杀人案的陪审员。3年前，一个变态把一个女孩杀害后，用树枝将尸体浇灌成型，成了标本，放在商场里展示，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。凶手被抓后，陪审员一致通过判其死刑，但还未到行刑之日，凶手就自杀在监狱里。听到这里，泽村突然跳了起来，因为他妻子也是那起案件的陪审员之一，于是赶紧打电话给妻子，奈何妻子的手机关机，妻子2周前就带着孩子离家出走了。原来泽村是一个工作狂，因为工作的原因，他很少回家，从未为自己的儿子庆祝过生日，连在家的全职妻子第2胎流产都全然不知。妻子一气之下选择了离家出走。这边警方既然已经知道了凶手的杀人目标，便开始派人去保护这些人，可是凶手总是能赶在他们前面，抢先一步下手。这是一个内心极度扭曲的变态杀手，而且杀人手法也千奇百怪，被称为最凶残的杀人艺术家也不为过。此后又接连发生3起杀人案，且均附有一张字条，一个喜好美容整容的女法官靠美色获取更多的物质资源，杀人犯对她的惩罚是眉毛永驻之刑，将她赤裸裸的身体泼上化学物质，然后放入冰库冷冻起来。一个男法官他在外面包养着一个小情人，杀人犯对他的惩罚是平分爱之刑，将他砍成2半，然后分别寄给他的妻子和情人。还有一个更惨，他是一个开小店的小老板，估计是个话痨，杀人犯对他的惩罚是千针之刑，将他捆绑后用上千根钢钉穿透他的整张嘴。这起案件的杀人犯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蛙男，而蛙男的下一个目标也是最后一个目标，就是泽村的妻子。泽村必须在凶手动手之前找到妻子。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，发现妻子通话记录跟一个闺蜜联系密切，于是他和同事来到闺蜜家寻找，开门的却是一个刷着牙刷的男人。他自称是闺蜜的男朋友，告诉泽村他女友还在公司里加班没有回来。泽村辗转又来到了公司找闺蜜，闺蜜告诉他你妻儿都在自己家中。泽村说那你男朋友不早说？闺蜜瞬间愣住了。私彼氏なんていません。话音刚落，泽村这才意识到那个刷牙刷的男人极有可能是凶手，一行人立马折返回去。刚到楼下就看到一个穿着雨衣的男人正焦急地开车离开。泽村突然神情紧张，多年前的办案经验告诉他就是这个人。他深呼吸，咬紧牙关开车，用尽全力狂追前方的车子，嘴里不停呼喊。然而蛙男一个转弯将泽村狠狠甩在后面，泽村一脚油门追上去，为了让蛙男停下来，不惜用自己的车子去撞蛙男的车子，2辆车摩擦间火花四起，眼见泽村就要撞上去了，蛙男一个加速，泽村撞在建筑物上翻了车，
蛙男从车里下来，开着另一辆大卡车朝泽村的车撞去，一次不够，又连续撞击好几次。泽村拼命从车子里爬出来，蛙男也从大卡车里下来，来到泽村跟前，一脚踹下去。泽村躺在地上动弹不得。令人奇怪的是，凶手并没有痛下杀手。泽村眼里充满了绝望，他眼巴巴看着蛙男带走妻儿。另一边，同事上楼查看情况后，发现房间里并没有人，凶手只留下了一张字条，上面写着参观工作执行。这下完蛋了。为了尽快救妻子出来，泽村调整状态，继续追查凶手。又是一个下雨天，一头雾水的泽村和同事眼镜男在咖啡馆里商量着案情。泽村怀疑3年前的女童树枝杀人案的凶手另有其人。就在两人讨论之时，一个熟悉的身影闪现，蛙男出现在窗外。泽村意识到对方就是凶手，两个人跑出门去追。泽村一个没注意，被车撞个正着，爬起来继续追。然而等他追上天台后，却看到同事眼镜男被蛙男挟持。这个凶手也太嚣张了，在天台上明目张胆挟持警察。他一手拉着眼镜男的领带，一手举着枪，让泽村不要轻举妄动。泽村惊慌失措，举手投降，然后扒着栏杆一步步挪向凶手，让凶手放了眼镜男。僵持中，蛙男说出了一个惊人的秘密：当年的女童树枝杀人案就是他的杰作。他认为那是艺术品，可那些陪审员竟把自己的艺术品让别人顶包，他很不甘心，所以就杀光陪审团来泄愤。变态就是变态，明明就是个杀人犯，他非标榜自己是表演者，是艺术家，可也许这就是变态的标配吧。这时乌云散去，阳光洒了下来，凶手开始给自己挠痒痒。好吧，不玩了。一放手，警察从天台自由落体。泽村发了疯跑过去，想要拉住警察，却还是晚了一步。凶手则潇洒离场。因为蛙男每次行凶都是在雨天，他怀疑蛙男患有一种罕见的紫外线过敏症。顺着这条线索，他开始奔跑各大医院，查看有没有类似的病人，始终一无所获。这时，一个神色慌张的女医生引起了泽村的注意。没有搜查令，女医生拒绝回答他的问题。泽村气急败坏，掏出枪逼迫女医生。他眼角充满泪水，愤怒又绝望。女医生不得已把病人的资料交给他。泽村根据线索来到一座别墅，蛙男此刻正在欣赏他的得意作品，然后把受害者做成蜡像，然后慢慢欣赏。泽村爬进别墅，举着枪，小心翼翼行走在别墅里，里面犹如迷宫一样。泽村来到一间房间，里面摆放的都是案件的照片，就像一个博物馆。他还发现了自己与妻子在家的照片，看来他们家已经被蛙男监控已久。在妻子照片前方放着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参观工作执行。泽村刚抬头就被蛙男从后面偷袭，一拳打过来。泽村反应过来，和对方厮打在一块儿，奈何泽村不是蛙男的对手，被蛙男砸晕在地。醒来的泽村艰难起身，来到一个房间，意外看到妻儿的仿真蜡像，儿子的蜡像上摔着一个盆子，上面写着爸爸陪我玩。泽村知道蛙男的游戏开始了，他打开盒子一看，里面都是些拼图。挣扎一番的泽村拿起枪上膛，准备破门而出，可惜没用。这时蛙男从管道里扔出汉堡给泽村，告诉他要想离开屋子，就必须将拼图拼好。泽村无暇顾及，只能玩下去。他把拼图堆积在一起，开始拼凑起来。这一时半会儿完不成，肚子实在是饿得受不了了，便拿起旁边的汉堡啃食起来。另一边，蛙男把尸体碾碎，煎熟后放在汉堡里。泽村刚才吃的汉堡，难道是？这个凶手到底有多凶残？他把尸体放在绞肉机里碾碎，然后做成汉堡送给男人吃。泽村还在专心致志拼着图。这时蛙男又将做好的汉堡塞进小黑屋，泽村打开，毫不犹豫地吃了下去。蛙男听着泽村嚼食物的声音，一脸满意的样子。他透过管道询问泽村什么时候把拼图拼好。泽村放下汉堡，扒在管道上，唯唯诺诺询问自己妻儿的状况，声音颤抖至极。蛙男回复他：泽村瞪大眼睛，整个人颤抖起来，因为他杀了妻儿的心。这些年来，泽村一直忙碌事业，很少关心妻儿。蛙男告诉泽村，他们是一路人。泽村跪在妻儿蜡像面前忏悔，但只要妻儿没有被害死，就还有机会。3顿饭之后，泽村终把拼图拼完，上面是几个字母 EAT 吃，这正是出去的房间密码。正当他准备按下密码出去时，回头看了看还未吃完的汉堡，突然想到了什么。他曾经教导手下，哪怕看到那种血腥的场面，也要能一口吞下汉堡才行。难道自己吃的是？泽村彻底陷入疯狂，他打开门，拿起枪，来到一个房间，是要给妻儿报仇。房间里充满了血腥气息，桌子上都是蛙男做完汉堡未收拾的残局，带有血迹的发丝，以及还没有做完的汉堡。
泽村在墙上看到妻儿的照片，他走近一看，妻儿已经闭上了眼睛。泽村难以置信，张大嘴巴，吓得往后一退，坐在地上哀嚎起来，伤心过度，呕吐不止。这时蛙男拿着枪出现在他身后，告诉泽村他的妻子在求饶。泽村起来冲向蛙男，还没有碰到蛙男就被推开。泽村拿起枪对准蛙男，蛙男转身就跑，子弹射在门上。泽村起身朝蛙男的方向追去，嘴里喃喃自语。蛙男引着泽村穿梭在地下室里。终于，泽村追上了蛙男，他举着枪，怒气冲冲，准备射击。蛙男居然跪在地上，被折磨要疯的泽村恢复些理智。他走近一看，摘下蛙男的头套，竟然是自己的妻子。原来蛙男并没有杀他，而是强迫他戴上面具，误导泽村亲手杀死自己的妻子。幸好刚才没有开枪，这时的妻子已经被蛙男折磨得语无伦次。泽村抱着妻子好生安慰。就在这时，一脸失望的蛙男直接挟持泽村的儿子出现在他们后面。蛙男一枪对准男孩，一枪对准泽村夫妇，逼迫妻子杀了泽村，否则就杀了他的儿子。妻子不敢动，两个都是他最爱的人，与其逼迫他杀自己的爱人，不如直接杀了他。于是拿起泽村手里的枪指向自己，让泽村杀了自己。泽村左右为难，拼命摇头。他假装和妻子说道别的话。关键时刻，泽村举起枪向蛙男射去，同一时间蛙男也向他射击。结果蛙男手臂受伤，泽村腹部中枪。正当蛙男要一起解决泽村的妻儿瞬间，警方赶到。原来警方一直在跟踪泽村，还通过调查发现女医生和当年的一场凶杀惨案有关。案发现场，他和弟弟亲眼目睹了父母的惨死，而现场频频的闪光灯直接导致了弟弟患上了心理性紫外线过敏。这个弟弟就是蛙男，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。但此时蛙男还不束手就擒，他冲出别墅，被屋外的阳光晒在皮肤上，晕了过去。医院里，蛙男被包裹得严严实实。女医生突然走上前，往蛙男的体内注射不明液体，伴随着剧烈的抽搐，蛙男就此死去。劫后余生的泽村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了妻儿，一家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阳光明媚的一天，泽村来到学校观看儿子的运动会，却意外发现儿子在色彩斑斓的阳光下，竟然不停地挠痒痒，和当初的蛙男如出一辙，太吓人了。在这部《恶魔蛙男》中，我看到了七宗罪的影子。善恶从来不是一线之隔，而是在边界交融，一不小心便会从一端误入到另一端。我们与恶的距离并不遥远，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尊重人性的瑕疵，善待人性的光辉，这样光明才会布满人间。